孙女要学外国人，在家中办一场圣诞节舞会，每个人都要化妆戴面具，连我们这对老夫妻也不例外。但因为临时上厕所，我的面具跟小孙女的家庭教师拿错了。舞会结束，家庭教师坠楼身亡，老头子挤进角落抱着我：“亲爱的，那老太婆终于死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奶奶，求求你了，赞助我办一个吗？”小孙女拉着我的胳膊摇啊摇，撒娇个不停。旁边的老头子见状，也劝道：“夫人，这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过洋节，就让他办一场吧。最近圣诞节要到来，小孙女柔家迷上了外国的化妆舞会，想借着这个节日在家里办一场，说是什么阔斯普类，还要戴面具，请家里所有人都参加。我不同意，也是因为这个所有人，因为家里家大业大的，所有人并不少，便是佣人各种外加什么园丁什么的，都有100-200号人。不过看着爷孙俩殷切的目光，我最终还是点了下头。小孙女当即开心地拿了一本册子来，让我选角色。我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婆，哪认识那些年轻人的东西，随便找了比较朴素的职业套装，点了一套。一天下来，大家伙都兴致勃勃地在讨论穿什么，而我的衣服已经送去定制了，简单的职业装。平日里我穿的时间并不少，公司那边至今还是我把持着。老头子一直劝我将权力让出去，但我们的养子却至今还挑不起大梁。大孙子现在倒是有点模样了，然而手法还太稚嫩了，所以公司那边我还需要兼顾。这类套装至今还用得上，别人的衣服和面具是保密的，我们夫妻俩倒是柔家拿过来选，所以不算秘密了。庄园里所有人都热情高涨，就连佣人脸上也带着期待的笑容。我想，或者我早该同意小孙女的要求。这座庄园，我从父母的手里接过来，已经太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。夫人，这是我为你定制的面具，跟我的是一对。老头子最爱搞这些，一把年纪了也爱，说什么浪漫不死。结果我一看，其实是一对狐狸和兔子，这是一部电影里面的。你带这个兔子，我带这狐狸，到时候一上台讲话，我们就是最恩爱的老两口。我看着手中纯金打造的面具，上面一对耳朵上还镶嵌了钻石，倒是挺漂亮。行，依你。我对于穿着这些并不在意，基本都是老头子搭配的。他是个时尚潮人，最喜欢捣鼓这方面的东西。我将面具珍惜地放进了抽屉，准备到时候佩戴。节日当天，当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，庄园里面已经布置好了，灯带彩灯都已经布好。最中心的广场上还有一棵极高的圣诞树，上面闪着灯。我被小孙女带去了化妆间。奶奶，你的衣服和面具都在里面，快去换吧。我进去换衣间，谁知本是定制的衣服，由于我这2天胃口不佳，腰腹缩了，那裙子就不太合身。我想了想，换了，随便搭配了一套比较符合主题的衣服，外面罩了一个披风，倒也像模像样。等我戴着面具去厕所的时候，我将面具解了下来，放在台子上。谁知等我出来的时候，面具却不翼而飞，反而留下一个跟我面具很像的兔子面具。区别便是这只兔子不是纯金的，镶嵌的也不是真钻石，只有些塑料饰品，似乎是手工制品，看上去倒也富有童趣。外面响起了音乐声，我也不想破坏大家的兴致，去招摇找面具，便带着出去。刚一出门，老头子迎了过来，亲密地贴了一下我的侧脸。你怎么换衣服了？不过你穿这个也好看。他细细叮嘱，待会跟紧我，别被卷进事情里去。替罪羊已经找好，亲爱的，再等等，我们就能在一起了。这话不头不尾的，我委实没有听懂。就刚想说话，那边柔家噔噔噔跑过来，爷爷你怎么在这里？快过去。柔家的身形很好认，庄园里唯她一个这么大的小女孩。我刚想跟她说句话，她就嫌弃地看了我一眼。爷爷奶奶还在那边，你也收着点。老头子拉过她，冲着我讨好的笑笑。如果说先前老头子的话让我觉得奇怪，
那现在和柔家的话连起来，就有点不对劲了。这种不对劲来源于女人的直觉。我顺着柔家的目光看过去，那边跟我原来装扮很像的一个女人，戴着兔子面具，身形和我挺像的，那职业装也跟我的差不多，只有料子的区别罢了。我停在原地，没有上前。如果老头子和柔家知道那边那个是我，那他们现在又将我认成了什么人？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想法出现在脑海，我脚步定在原地，如坠冰窖。那边那个，我被老头子牵过了手。老头子很爱在这种场合出风头，他拿过话筒说了句“舞会开始”，接着两人转而融入人群。我还在愣神，突然被人拉了一把。我转头的时候，正对上一个陌生女人，她小声凑近：“张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姨，你换了衣服了吗？”张姨，我快速锁定这个称呼。这人似乎是小孙女的家庭老师，45岁的年纪，保养得很好。据说之前家境很好，但是破产了，丈夫跳楼身亡，她不得已只能重新拾起就业，开始找工作赚钱。柔家很喜欢她，别说，她的身形跟我的确实很像。那边老爷子抽空遥遥冲着我眨了眨眼，似在调情。猛然间，我似乎明白了什么，没等我想清楚，那边的我就被一些人围住。我看到很多个眼熟的身影，有养子夫妻俩，还有大孙子、二孙子，甚至还有旁支的亲戚。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让我练就了极好的眼力，虽然戴面具穿各种衣服，但我能根据背影和头发认出相对应的人来。我被旁边的人拉着往一边走。张姨，老爷子让我今晚顾着你点，你身体弱，就别过去凑热闹了。脑子里的猜想再次被证实，我的心坠入深谷。张姨，你也是好运，得老爷子眷顾。这老爷子虽然年纪比你大上10多岁，但有钱人保养的都不错，看上去也不显老。你以后要享福喽。旁边的人一个劲恭维，明显也是知情者。听到这里，我不得不锤定心里那个结论：我的丈夫出轨了，出轨对象是我小孙女的家庭老师，姓张，知情者有小孙女，还有旁边这个据说是同乡的女人。你今晚怎么话这么少？旁边人疑惑的声音刚响起，还好有人认出了他，将他叫走了，也让我得以理清一下事情的经过。我脑海中闪过家庭教师来到家里后的所有事件，但无奈我在家的时间太少了，基本就是在公司。最近又有一个大项目，必须亲自盯着，有的时候嫌太远，就直接睡在另外一边的别墅。而家里杨子一家在隔壁的别墅，这庄园里一般只有小孙女，然后就是老头子。想到这里，一切似乎也不奇怪。我垂眼遮住眼中的情绪。今晚的面具一般都会把脸遮住，只会露出眼睛，但我的兔子面具前面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，就是眼睛的部分有一个像蕾丝一般的东西，遮住了半只眼。眼下戴着的这款塑料的也同样如此，也不怪没人认出我来。没想到，只是因为一个面具，竟然让我发现了这档子事。我看着那边围着张老师的人，避开人群回了一趟卧室，然后打了2个电话。等我打完电话出来，那边舞会已经进行到了一半。我从楼梯上看下去，那边我此时却站在2楼的露台上。露台外面是一个凿出来的人工湖，窗户下面是鹅卵石铺成的路，那是小孙女死活想要的人工湖。此时我的丈夫老头子林志安正拿着一个礼物盒子递过去，我看到张老师犹豫了一下，就伸手接过了东西。两人却没说什么，因为老头子很快就离开了，跟小孙女跳起了舞。我通过独特的视角观察着下面的每一个人，倒是突然发现很多之前不曾发现的事情。比如我那儿媳妇居然图跟司机关系匪浅，一个天天给我开车，一个每个月会过来打卡，身形实在是太好认。至于我那寄予厚望的儿子，跟一个年轻的佣人打得火热。原来在我看不见的角落里，这座华丽的庄园已经开始腐烂。我看似和和睦睦的一家人，身上都生了疮，里面的脓水都快要溢出来了。
我还在观察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一阵惊呼：“老夫人掉下楼了！快来人啊！快去救人！”2个佣人的尖叫声盖过了背景音乐。夫人，你怎么样？夫人，这声音都带了哽咽的是我那老头子。他一把将面具扯了，就哭着奔向了露台，那着急的模样，似乎掉下去的真是我。下面乱成一团，窗外传来下面的惊呼声：“好多血，看不清脸，快叫医生啊！”兵荒马乱的场景，恍惚间，我明白过来，这才是今晚最大的局。联合之前老头子在我耳边说的那句话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他是想直接要了我的命，这样既能腾出位置，还能让出家产。我一颗心像是被一只大手死死拽住，五脏六腑生疼。我犹自愣神的时候，那边一个人影摸了过来，熟悉的气息。来人从身后揽住我的腰：“成了，亲爱的，那老太婆终于死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这计划做得怎么样？”我模糊着声音反问。“死了。”老头子声音还有点兴奋：“没错，流了很多血，一动不动，那腿已经摔断了，不死也残。”说完，他盯着我：“待会儿我得跟着去一趟医院，这2天就暂时顾不上你了，你照顾好自己。”听到这里，我拿下面具，转头对着他温柔一笑：“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”林志安，哐当，老头子手中的面具掉了。“你怎么在这？”林志安此时的表情因为太过于震惊，滑稽到可笑。他明显已经觉得胜券在握，却不料老天给他迎头一击。我捏着手中冰冷的塑料面具，装作开玩笑一般：“不在这在哪儿？是觉得我此时该在被送去医院的路上吗？”林志安脸皮痉挛性抽动，怪异到有些恐怖。他久久不回神，嘴巴张张合合，说不出半句话。啪！我狠狠甩了他一巴掌，用尽了我半生的力气。“林志安，你不会是想要我的命吧？”我目光盯着他，眼中带着冷笑。林志安被打后本能的一怒，但听到话之后，一瞬间恢复了神智。他几乎是手忙脚乱地抓住我的手：“不是的，夫人，夫人，你听错了，根本没有这回事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刚才是跟你说一段电影中的台词，想跟你扮演一下里面的角色，是不是吓坏了？真的，你信我，我平时不就喜欢跟你这么演吗？”他举起3根手指，做出发誓的样子。那边的剩下的佣人收拾东西路过，看到我的时候也很震惊。“老夫人！”哐当一下，手中的东西掉落在地，表情活像见了鬼。我比了个虚的手势，借机绕开林志安下楼。刚到楼下，那边我之前打电话叫来的警察已经到了。我将警察领到还残留着血迹的鹅卵石。有人在舞会上坠楼，不排除他人蓄意谋杀的成分，请各位帮助找出真相。原先我报警是因为防着一手，没想到这件事转而成了刑事案件，一下子性质就不一样了。林志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却不敢在此时说什么，生怕自己被牵扯进去。“好的，之后我们会对舞会的人进行排查，如果有异常的情况，请随时保持联系。”我连忙点头，又不经意透露，坠楼的是家里小孙女的家庭教师，舞会的衣服跟我太像了，家里人都感觉那是我，所以全部人已经追着去医院了。听到我的话，2个警察表情出现一模一样，然后在本子上记录。之后我没有再开口，在林志安有些阴沉的脸色中，跟随警察到了医院。此时的医院闹得不可开交，我那个养子在那里大闹：“不是里面那人是谁呀？谁说那是我妈的？”他怒不可遏，身边的儿媳妇抓都抓不住他，小孙女窝在角落，眼中也是不可置信。我一一观察过亲近之人的表情，等将人看了一圈，才开口：“妈在这。”儿子听到我的声音，转而就是一阵狂喜：“妈，我就说您好人有福报，我不信那是里面的人是您，可他们偏偏一个个都说是您。”他远远将我打量一圈，眼中的担忧不作假，在场中人各异的表情中，他反而显得实诚。我冲着他招手：“成民来。”杨子像是反应过来一般，朝着我奔过来，
将我紧紧抱住。妈，您吓死我了！没想到家里最关心我的，反而是我这不堪大用的养子。我跟林志安多年无子，后面去检查，我们两人都有点问题。之后索性就去领养了成民。他并不是很聪明的孩子，甚至因为被林志安的溺爱，惯得很平庸。但是他有一点好，那就是野心不大。他一直不想当苦哈哈的上班族，只想拿钱潇洒，所以对我的感情反而最纯粹。我家中是祖上传下来的家业，累积了几代人的财富，是一笔十分庞大的数量，但却可悲的没有继承人，家中是单脉。我又是独女，也不想去执着于找办法要个孩子，转而操劳一辈子了。才发现身边人早已人心各异。我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，妈没事。当时阴差阳错换了衣服，里面的是柔家的家庭教师。程民猛然看向自己的小女儿，柔家不敢看我，他看到了我的衣服，怕得身体直发抖。我却同样对着他招手，柔家来奶奶这边。柔家眼泪直掉，被儿媳拉了过来。我将小女孩搂在怀里。柔家怎么了？是不是像你爷爷一样吓坏了，觉得那里面的人是我？其实我之前跟你家庭老师换了面具，你爷爷还吓我一跳，给我演了一段电视剧里的情节呢。我说着看了眼林志安，对上了他猛然惊喜的眼神。对的，我真是吓坏了。简单的接过这件事，一群人冲着我嘘寒问暖。林志安跟柔家待在一块，似乎在小声说话，听到里面的人不是我，人瞬间全走了，走廊一下子只剩下我们一家。柔家也被打发回去，程民似乎是有点怕了。妈，您回去休息吧，这件事我来处理。这舞会也是柔家想办的，我媳妇操持的，是该我来处理。我却不走，柔家很喜欢这个张老师，我等手术结果出来再走。不急。林志安坐立不安，秃表情很勉强。那边等了大概1个多小时，张老师被推出来了，毁容、断腿，瘫了一半，浑身包裹得严严实实。林志安下意识就迎了上去，等走到一半，他突然看向我，表情就僵住，连忙跟我解释：“夫人，我是怕他出问题，影响家里的名声。”我点头，我知道的，他毕竟是柔家舞会上出的事，传出去了不好。老头子的脸色就变了变，这柔家还小，不然这件事就别提他了吧。说起来，我突然发现一件事，柔家跟老头子有种超乎寻常的亲密，养子生下的孩子也不少，但唯独这个小孙女，一生下来，老头子就要过来庄园里养着了。柔家上面也有2个姐姐，却没有她这个待遇，反倒是儿媳对这个女儿比较冷淡。至于养子就更别说了，那对所有子女都一视同仁。就在这时，我收到了管家发来了的消息，说有件事要亲自告诉我。等我走到角落里时，管家的声音在那边很凝重：“老夫人，先生似乎有一个女儿，有人被您放出的消息吓到，来开了投名状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我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想法，似乎经历了之前的事情，林志安有个孩子似乎也不是多么难以接受的事情。我们夫妻这么多年，产业各种早已有了关联，其中的利益也很难分割开，所以我没有第一时间就撕破脸，由着林志安继续蒙混过关。但我们2人都清楚，今天这一出没有过去，只不过是维持表面的脸皮。唯一比较好的一点便是，当年结婚我是下嫁，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吃软饭的，林志安主动提出去做了婚前财产公证，这庄园便是我的婚前财产。但婚后我们的东西各种混合在一起，林志安自己也有自己的产业，现在交叉，如果清算要需要很大的精力。夫人，管家那边的声音传来，我才惊觉自己居然就开始计算财产。查吧。对了，给柔家和老头子查一下关系鉴定。有的人时候，女人的直觉能成事，我一直深信这点。那边管家虽然不知道我为什么让查，但也连忙应下。投名状的是谁？结果那边管家说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名字。刚挂断电话，那边林志安就开始唤我：“夫人，你在这干什么呢？”
我收起手机，公司打了电话。张老师醒过来，我去看看，然后要去公司了。林志安听到这话，拦住我：“这么晚了，那不重要的人有什么可看的？”我轻轻荡开他的手，朝里面走。既然是柔家的家庭教师，那当然要看看。柔家怕是吓坏了。等我站在病床前，我就知道林志安不愿意让我看了，因为还昏迷着的张老师嘴唇微动，似乎在说什么梦话。我正打算凑过去听一听，那边老爷子连忙拉住我：“这太吓人了，老婆，我们走吧。”我深深看了他一眼，就在他表情有些维持不住的时候，我点了下头。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。林志安要跟着送我到公司才折返。等到了公司，他还关怀地说等结束了打电话，到时候来接我，装得跟平时一样。等我进了公司，便吩咐手下的人去跟踪林志安。助手已经将林志安手底下的产业调查放到了我的桌上，我才发觉最近一段时间林志安都在变卖东西，卖的多是我送给他的，比如什么酒庄之类的，还有几家铺子产权已经变更，上面写的确实张老师的名字，真是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处处都是破绽。我没想到林志安已经为对方做到这个地步，看样子似乎不担心我调查，毕竟如果真的成事了，现在我还躺在那病房中，谁能想到枕边人会是最大的一匹狼，现在将獠牙对准了我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林志安似乎为了避嫌，私底下小动作不断，却没有去医院看过张老师。而据我的人来消息说，张老师那边醒过来，得知自己已经是一个废人，还毁了容，情绪一直很激动，需要用到镇定剂。如此过了3天，我猜测林志安应该忍不住了。现在日渐恢复活力的张老师，对于林志安就是一个定时炸弹。为了安他的口，林志安就必须去见一次面，因为我严防死守的张老师无法被转移，所以林志安肯定急了。当晚，林志安早早回了自己房间睡觉，说自己困了，我也随他，也跟着回了。医院里来了电话，我接通后，对面传来对方的声音：“董事长，张女士说愿意跟你合作，她那边有证明自己跟先生关系的证据。”因为房间里很安静，那电话里的声音很响，至少如果房间里还有其他人，也能听到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回复对方：“可以，先让我看看他的诚意，我这边才好决定。”我们将时间约定在明天上午的10点，就在张老师的病房内交谈。等电话挂断，我捏着手机，看着那床头柜侧边一个不起眼的窃听器出了神。从舞会当晚回来，我便将卧室检查了一遍，发现了这个卧室角落里的2个窃听器。好在当天我打的2个电话，一个是报警，这个原本我和林志安后面都心知肚明，所以这个电话没什么。至于另外一个，却是公司一个元老的电话，那是跟我差不多一起进公司的人，也是我最信任的伙伴。他现在已经退休了，我约他喝茶，其实是借着他的回忆细细查一下我的产业。这件事需要他的帮助，这通电话透露的也不多，所以即便窃听去了也没什么。那2个窃听器，我想了想，没有去除，如何利用起来才是重要的。第2天早上，林志安一早上欲言又止，最终在我要去公司的时候才开口：“夫人，你要去公司了，你有事吗？”林志安便有些受伤地看着我：“夫人，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你忘了吗？”别说，我还真的忘了。年轻时候就是2人出去吃饭，年长之后就是一家子吃饭，所以我没有露出丝毫不记得的神情。我记着呢，晚上一定会准时回来吃饭的，大家都会过来是吧？林志安见到我又往外面走去，急了：“其实我昨晚准备了一个惊喜给你，你今天跟我去一个地方可以吗？”他似乎笃定我不能直说出今天要去医院的话，但我偏偏在他的眼神中摇头：“抱歉，我待会要去医院一趟，柔家的家庭教师要见我，大概半小时时间，等结束后我陪你去。”他表情有一瞬间的呆滞，眼看着我继续出门，
那边管家却突然跑了出来：“老夫人不好了，大少爷出车祸了。”一瞬间，我脚步一顿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林志安，他却没有看我，表现得十分着急。怎么回事？可我看到他的身体十分松弛，只有脸上那张皮才紧张。我低估了他的狠心。领养成民这个孩子的时候，他其实才几个月，也是我们亲自照顾养大的。可现在他对儿子下手了，看来他今天势必不想我去见张老师，所以他今天一定会对张老师做什么。巧了，我也是。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消息，我跟林志安来到另外一家医院。到的时候，成民还在手术室，儿媳妇哭得眼睛红红的，跟舞会那天晚上同样的场景，人都到齐了。怎么回事？儿媳妇六神无主，还是旁边的助理解释一句：“大少爷今日是去城西刚建好的度假山庄考察，结果刚下了高速的那段路，就有一辆失控的车朝那边过来，直撞上了大少爷的车，司机当场死亡，大少爷伤得很重，卡车司机也当场死亡。也就是这么一场车祸，两死一重伤。倘若真是林志安安排的，那这个老头子简直已经不是人了。令人不寒而栗的人是我的枕边人。”我看到林志安哭得老泪纵横，似乎难以接受，按着额头就往后倒去。原本他的身后是他的助理，但是我突然走了过去，将人挤开，手一滑，林志安直摔倒在地，砰的一声，大家伙被吓一跳，全部围了过来。我最先扯住他的手：“老头子，你有事没？”林志安脸都痛扭曲了，毕竟是上了年纪，这一下下去崴了脚，直接起不来了。这下人齐刷刷跟着他去了一边包扎。我看着柔家缩在角落不知所措，他一点也不关心里面生死未知的父亲，更着急那边崴了脚的老头子。而且我猛然间才惊觉，其实儿媳妇跟柔家自小就不亲，孩子一直养在庄园，但是儿媳妇过来也对着女儿亲近不起来。我之前发现了之后问过，儿媳妇说当时生孩子大出血，差点没了，所以看到柔家总是能想到那一幕。之后她还特意拜托我说多关心关心柔秃家，毕竟柔家自小没有母爱。所以昨天管家已经将鉴定结果给了我，柔家就是老头子的亲女儿。难怪这辈子就这一个女儿，自然疼得跟眼珠子似的。我可恨的是，我之前从来没有怀疑过。等那边老头子包扎回来的时候，成民的手术已经结束了，好在没有伤到要害，腿骨折，身体各处外伤不少，需要养伤几个月了。老头子坐在轮椅上，被推了过来，听到这个消息松一口气，热泪盈眶，万幸万幸。这边刚说完，那边就有警察过来，跟林志安出示了调查的请求。这位先生，你这边涉嫌故意杀害牛女士未遂，请随我们走一趟。林志安下意识看向我，强撑着镇定：“不可能，我不认识什么牛女士。可惜警方那边已经有了证据，直接将人带走了。林志安当然不会出来太快，但是他肯定会有后手。所以我打算也只是压他24小时。张老师那边，我早就利用医院董事的身份将人换了。因为张老师已经毁容，还瘫痪在床，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，所以这一换还真的不容易看出来，真正的张老师早就被换走了。今天林志安铤而走险去换走的人，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张老师，而是一个自愿的牛女士。当然已经被成功救下了，也因此拿到了林志安蓄意谋杀的证据。成民被推出手术室之后，我便去见了张老师，他的脸还是蒙着，但是身上一些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您来了，夫人。张老师经历了这短暂的变故，人突然安静了许多，全无之前歇斯底里的样子。我坐在他的床前，说吧。张老师直接进入正题。我跟林志安其实相识于20年前，那时候我自己也有丈夫，但是林志安很吸引我，我们相爱了，之后有了孩子，跟您的大儿媳妇一同产子，但是你大儿媳妇生下的是死胎，而我生下的便是柔家。
林志安便将2个换了，将柔嘉亲自养在身边。这件事我丈夫也不知道。后面我觉得对丈夫愧疚，便跟着他去了别的城市。没想到兜兜转转，家里出现了重大变故，丈夫亡故。她到死也不知道那个死去的孩子不是她的，也算种幸福。之后我为了生计，想起了林志安，我们重新联系上。我进了庄园当家庭教师。听到这里，我全部明白了，为什么林志安能为了他置我于死地。还有那些产业变更，根本不是什么恋爱脑上头，而是人家本来就是一家3口。可笑我活到这把年纪了才知道，如果没有舞会，我怕是会一直被蒙蔽到死。他送我的东西我都有记录，我一直保存着证据。舞会的前夕，他说给我一个惊喜，但是没告诉具体的。那个面具也是他给我的，说是自己亲手做的。我看到夫人的穿着，觉得那个镶钻的面具实在太好看，所以就拿走了。后面等他将我认成夫人，我是有点害怕的，因为林志安这个人很恐怖。我现在的所有都来自于他，所以我没敢出声。没想到这一闭嘴，直接被推下了楼。掉下楼那一瞬间，我明白过来了，恐怕这就是他的惊喜，也是我自己贪心犯贱，所以遭到这样的报应。夫人，我会将柔嘉带走，求你网开一面。他的诚意很足，甚至还有视频之类的东西。我点了下头，我会跟林志安离婚，也会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希望张女士这边配合我。等说完，我转而看向病房内的记者直播镜头，对着摄像机从容开口：如你们所见，我决定离婚了。那位女士口中的林志安便是我的丈夫。与其让大家猜测，最后引发舆论，不如我亲自说出口。事情的经过，刚才那位女士已经说得差不多了。离婚后，我会将名下的产业捐出一部分，用来做公益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短短10多分钟的直播，一下子将社交平台都引爆。因为舞会当晚，警方来得太及时了，加上我这边配合警方那边，查到了庄园的监控，加上现场的一些痕迹，抓到了林志安找的替罪羊。结合我和张女士直播的这一段，又4处调查，找到了替罪羊的把柄。所以替罪羊这边供出了林志安参与的证据，还有我卧室的窃听器各种，一切将林志安定在了里面，出不来了。等这些发酵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大儿媳妇来找了我，她是来跟我提想跟程民离婚的。母亲，当年我生下来一个死胎，其实我当时是有意识的，那时候产房有点乱，我大出血，意识模糊的时候，爸抱来了柔嘉。等我好的时候，看到柔嘉第一眼，我就知道那不是我的孩子，而是被换了。我找了爸摊牌，爸说那孩子已经妥善安葬，提出给娘家利益跟我交换。我那时候哀莫大于心死，想着既然孩子不在了，也不想别人好，我想拿捏爸，也想看着您，出于各种私心，我同意了。至于程民，他到处沾花惹草，虽不至于惹出乱子来，但我们早就只是表面婚姻。这个家，母亲，只有你才是清白的。他嗤笑一声，这里就是一座囚笼。母亲，我想跟程民离婚。忘了说，跟管家地头名状的，便是跟儿媳妇牵扯不清的司机。他知道的似乎挺多，要求的只是希望儿媳能跟程民离婚。眼下儿媳妇来找我，我已经意料到了，他去意已决。这件事我找来了程民，两人的心思都不在事业上，所以说实话没什么利益牵扯，所以离婚很快。程民因为这接连的事，突然收了心，开始学着帮我在公司处理那些事。这孩子其实很聪明，认真学起来上手很快。他带着2个孙子将公司稳住了，也让我短暂得到了空闲。林志安被我强制起诉离婚，离婚出庭的时候，我见到了他，他头发全白了，看着我的眼神很是怨恨，似乎不理解我居然能这么雷厉风行地将他的翅膀剪去，像是一下子众叛亲离。结束后，我们有短暂的几分钟谈话时间，你早有准备。他恨恨看着我，
我摇头，舞会之前那么多年，我从未怀疑过你。这段婚姻我仁至义尽，余生你就在里面度过吧。柔家跟张女士已经出国了，张女士已经付出了代价，余生都要躺在病床上度过。至于柔家，身份一下子从天堂到地狱，还要照顾张女士，我也不想赶尽杀绝，这就够了。你也养了她这么多年。林志安像是被割了肉，我笑，没有回答他的话，自顾自说着。程民出院后挑起了大梁，带着2个孩子开始接管公司。对了，你净身出户，那些财产我都捐了，我嫌脏。你再见了，林志安。说完我想说的，我便离开了。我没有问他为什么当年会有柔家，为什么会背叛我，这些都没有意义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我想放松地享受生活，毕竟人生苦短，快乐漫长。